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相信很多人在养鹦鹉之前都对鹦鹉的说话能力感到非常的好奇，也很多人在饲养鹦鹉之前把鹦鹉所谓的说话能力当做一个考量的要素。当然，我也很常收到私讯，大家问我说我现在想要养一只鹦鹉，那请问 Jack 哪一种鹦鹉它比较会说话，比较适合我养呢？前几个礼拜呢，鹦鹉小木屋也有发布跟和尚鹦鹉有关的说话的影片，包含了鹦鹉为什么会想要说话，还有会刺激鹦鹉说话的要素。如果还没有看的观众，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哦。那今天的影片是为各位整理5种最会说话的鹦鹉品种，并且我也会在这支影片里面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宠物鸟的特性。一样，如果大家想要看更详细的解说的话，也可以去参考之前的宠物鸟图鉴哦。这是一个专门介绍鹦鹉知识的频道，如果你对任何的鹦鹉知识感到好奇的话，也一定要记得按下订阅，才不会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分享哦。这一集影片的最后，我也要跟各位分享在2021年据统计智商最高的鹦鹉。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也一定要记得看完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哦，也相信会颠覆你对鹦鹉的想象。那我们就开始吧。如果我们在讨论说这个地球上面很聪明的生物，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想到人类，再来第二名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鸟类了。因为鸟类的智商在我们统计下来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全球超过1万种的鸟类当中其中很聪明、智商很高的鸟只有占少部分哦。当然，我们去认定一种鸟类的智商高低，绝对不是以它的说话能力来分的。很多它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模式，我们都可以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做验证。经过了实验，经过了统计之后，才会做下判断，那才是最精确的一个智商判断方法哦。而我们这个频道一直在跟大家介绍，也是这个频道的主轴，所谓的鹦鹉呢，它就是在鸟类当中智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鹦鹉智商高的行为包含了很多的面向。最早人发现动物的智商很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们在观察很多动物，甚至是饲养动物的同时，有时候会观察到动物会制作所谓的工具来帮助它们去解决事情、解决问题。像是从小童话故事里面教我们的乌鸦喝水的时候，会去捡一些石头把它放到水杯里面，等到水面上升之后，它就可以喝到水。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我们就可以粗略的去想象出这个动物它的智商是如何。包含我们所谓的鹦鹉很多鹦鹉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们就会去想办法解决，想办法去觅食哦。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觅食玩具里面，我们把一些它喜欢吃的东西包在里面，它就会想尽办法来打开那个包裹。甚至说有时候一些核果、一些瓜子掉在笼子的外面，它也有可能会去利用一些像树枝这类的工具来去勾取，来去拿到那个食物。这些行为都一再证明了鹦鹉的高智商。第一个我所要介绍的品种就是鼎鼎大名的非洲灰鹦鹉。那为什么非洲灰鹦鹉的智商会那么高呢？我们常常会观察到非洲灰鹦鹉它们非常非常喜欢攀爬而且它们很喜欢用它们的嘴喙去探索新的事物，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鹦鹉很喜欢啃咬的这个特性。有些人就提出非洲灰鹦鹉的高智商可能跟它们喜欢攀爬这个个性有关系。那它们在进行啃咬、进行摸索的过程，也是在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从中进而认真的学习、认真的思考。而且非洲灰鹦鹉我们都知道它的寿命非常的长通常这种寿命非常长的鸟类或者是动物呢，它都拥有比较高一点的智商。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根据物种的演化，这也就意味着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聪明、比较没有办法活那么久的动物呢，它已经被自然的淘汰掉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物竞天择学说。非洲灰鹦鹉它们在野外是进行群体的生活，所以说这些个体在群体的生活当中也会进行交往一些社交活动，甚至说我们前面讲到它们的行为模式里面的攀爬以及鸣叫。之前更有研究显示说，非洲灰鹦鹉这种鸟类它会进行互助合作的这个动作，所以说它们在这些互动当中慢慢学习，慢慢累积经验，也就慢慢造就了更加聪明的个体了。其实人工饲养出来的非洲灰鹦鹉，它们的说话能力呢，会比野生的非洲灰鹦鹉来得好一些因为长期跟人类生活在一起的非洲灰鹦鹉，它们从小观察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模式，而它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比野生的非洲灰鹦鹉更加懂人类在说什么，人类在做什么。那从人类的角度来做判断，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人类就把它视为非常具有智慧的行为。在其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非洲灰鹦鹉学人类说话都是经过后天跟人类一起相处而去学习而来。第二个我们所要介绍的品种是所谓的亚马逊鹦鹉。亚马逊鹦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亚种而大部分的亚马逊鹦鹉它们也都是非常会说话的。身上的体色大部分为绿色，至于它们的眼睛周围或者是一些翅膀，还有它们额头前方的羽毛部分，都会呈现非常鲜艳的颜色。因为这些特别颜色羽毛的分布都是分布于
额头前面的，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它们很像是在戴一个帽子，我们俗称里面的小黄帽啊，也就是这样子来的哦。像是前几天啊，我去木栅动物园观察了很多的鹦鹉，我也在观察当中发现，现在木栅动物园啊有非常多的亚马逊鹦鹉哦，我也看到所谓传说中的大黄帽，也十分的可爱。这种亚马逊鹦鹉啊，之所以这么受人喜欢哦，第一个，它们的个性啊是属于比较开朗活泼的。很多人在饲养宠物之前啊，回去思考说他想要饲养的这个宠物，他想要寿命比较长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会选鹦鹉这个方面来做思考。而且啊，其实亚马逊鹦鹉它们的外表十分的美丽，十分的尊贵的感觉，最长的寿命更有可能活到80岁哦。那亚马逊鹦鹉它们说话的一个特点呢，是它们喜欢去模仿女生的声音哦，特别像是一些唱歌的声音啊，它们都是非常擅长的。所以说很多统计就会观察到啊，如果是女生饲养亚马逊鹦鹉的话，经过了朝夕相处，它们学习语言的速度会更加的快哦，而且学习出来的句子啊，它的歌唱旋律性啊，都会更加的清楚。对这种鹦鹉来说啊，所谓的旋律性、歌唱性，还有所谓的高音，都是它们非常擅长的地方哦。第三个品种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之前一而再再而三讲过的和尚鹦鹉。和尚鹦鹉啊，我们如果讲到说话能力的话，就免不了一定要提一下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它分为非常多的颜色，也非常多的亚种。最重要的是啊，这种鹦鹉属于中型鹦鹉里面啊，生命力非常强韧的鹦鹉，说话能力的部分呢，也相当的不错哦。我也曾经听说过，有些人觉得蓝和尚的说话能力好像比绿和尚好一些，大家是这样子觉得吗？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这种和尚鹦鹉啊，它的单价入手价不会太高，算是我们所谓讲的 CP 值很高的鹦鹉。这种鸟啊，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好学。一般啊，手养长大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的亲人。我自己之前呢，也是饲养绿和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只是至于叫声的部分呢，就会稍微大了一些了。这种鹦鹉它们大约在3到6个月大的时候啊，就开始牙牙学语。那这个时候它们所发出来的声音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大家还可以透过这一段学习的时间，好好去教育它们，好好跟它们玩，培养感情。第4个，我们所要介绍的是一个并列的品种，就是所谓的假丁，还有所谓的月轮，我把它们并列讲在一起。假丁的部分啊，我们上一集在介绍安静品种的鹦鹉里面有跟各位简单介绍过，相信大家对这种品种也有初步的了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月轮鹦鹉，它们的说话能力是如何呢？通常啊，公的月轮鹦鹉啊，它的说话能力会比母鸟来的好一些哦，而母鸟的个性就稍微比较沉稳一些，比较不喜欢大吼大叫，声音的部分呢，也会偏比较可爱，比较温柔一些。像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网络的影片，月轮鹦鹉啊，也常去模仿一些，比如说公鸡的叫声哦，还有一些汽机车的一个鸣笛声，他们也都非常擅长。大家看完了这些影片之后，也都觉得这种鹦鹉实在是十分的有趣。那这种我们俗称的月轮鹦鹉呢，它们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环颈绿鹦鹉，它们来自于印度，是属于一种长尾的鹦鹉，外形相当的漂亮哦。在早期，有些人饲养这种鹦鹉是把它们当作观赏鸟，在后来越来越多人发现它们活泼可爱的个性，将它们视为一种宠物鸟。外表部分一看下去，我们都觉得相当的优雅，相当高贵漂亮。在以往刚饲养这种鹦鹉的时候啊，大家可是把这种鹦鹉视为所谓的神鸟哦。我们如果想要饲养这种月轮鹦鹉，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它是一种属于长尾的鹦鹉哦，跟玄凤鹦鹉一样。它饲养环境的空间啊，就要稍微大了一些哦。它的笼子也可以准备长一些，让它们在飞行、爬行的时候，它们的尾羽比较不会受到伤害，并且我们在跟它互动的同时啊，也可以多多跟它讲话，也在我们教导它说话的同时，一同享受饲养鹦鹉的快乐。第5个我们所要介绍鹦鹉是所谓的巴丹鹦鹉哦。巴丹鹦鹉它的种类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像是所谓之前介绍过的大葵花凤头鹦鹉啊，还有一些粉红巴丹鹦鹉、雨伞凤头鹦鹉，这些啊也都是非常常见，大家会去饲养的品种。凤头科的鹦鹉啊，算是一种非常大的家族。最明显的特色啊，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它们头上的冠羽，而且它们头上的冠羽有一个秘密哦，就是它们会随着它们的心情起伏而去做移动，去做波动。很常啊，我们会观察到巴丹鹦鹉，它们听到一些快乐的音乐的时候，会随之起舞。当然，头上的冠羽啊，也会随之摇摆，模样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哦。这种巴丹鹦鹉如果要饲养的话，它们的食物部分包含所谓的坚果、浆果、水果、种子等等。体长的部分大约坐在45公分左右，而且寿命的部分可以来到50年哦。语言能力啊，可能没有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亚马逊鹦鹉还有非洲灰鹦鹉那么强。而且如果你很注重叫声的问题的话，那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你哦，因为它们的叫声啊，跟其他鹦鹉比起来是相当的洪亮。对于你住在公寓的人来说啊，可能就稍微有一些负担了。巴丹鹦鹉它们也是出了名破坏力非常强的鸟类，黑色的嘴巴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哦。所以我们在饲养它，如果没有给它们足够的玩具啃咬，在放风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去啃咬家里的一些家具等等。它们更是一种智商非常高的鹦鹉，所以说它们出现咬毛的几率啊也比较高。如果我们在饲养它之前没有办法给它们足够的陪伴，那就一定要慎重的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饲养这种鹦鹉了。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这5种会说话的鹦鹉之外，
还有哪些鹦鹉啊是我们没有讲到、没有提到的呢？其实啊，有一些品种也是被大家认为是很爱讲话的哦，像是我们常见的所谓的折中鹦鹉，还有大型的金刚鹦鹉，都是我们觉得智商非常非常高的鸟类哦。所谓的金刚鹦鹉啊，它们分布的地带啊，都差不多在美洲的地方。如果我们去观察所有的鹦鹉哦，其实我们会观察到，金刚鹦鹉算是一种色彩最鲜艳、最大型、最漂亮的鹦鹉。在很多鹦鹉表演里面啊，主要也都是透过金刚啊来做训练，因为啊，它们的智商高，它们体型大哦，跟其他种类的鹦鹉相比啊，它们更容易啊跟人类做互动，寿命的部分更可以长达80年。大多数它们在饲养的同时啊，会像野生的金刚鹦鹉那样大声的鸣叫。所以说，如果你想要饲养这种鹦鹉之前呢，你也一定要慎重的考虑清楚。那至于中小型鹦鹉的部分，像是所谓的虎皮鹦鹉、玄凤鹦鹉、小太阳，有一些个体啊，它还是一样有可能会说话的，但还是要说啊，它们的说话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如果你是饲养到非常会说话的鹦鹉，那你真的很幸运哦。至于虎皮鹦鹉的部分啊，它的说话能力啊就相对的好了一些。像是之前虎皮鹦鹉的宠物鸟图鉴，我们介绍到的那只虎皮鹦鹉阿肥，就是我见过啊最会说话的虎皮鹦鹉。大家如果好奇的话，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回去之前的宠物鸟图鉴来找来看看哦。影片的最后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1年据统计智商最高的鸟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啄羊鹦鹉？啄羊鹦鹉算是蛮稀有的哦，在台湾的宠物鸟市场上面比较少见。它们主要是栖息在纽西兰南岛的一个高山地带。这种鹦鹉的体型非常大，是属于一种大型的鹦鹉。有些人也会称这种鹦鹉为所谓的凯亚。这种鹦鹉它也被排名在世界10大最聪明鸟类当中的第1名。这种啄羊鹦鹉它们在野外的动作啊，有些人会觉得它们有点狡猾的感觉，因为啊它们在觅食寻找食物的时候啊，通常都有点偷偷摸摸的。体长的部分大约坐落在48公分左右，而且体型相当的大。公的啄羊鹦鹉它的嘴会比母鸟来的更加的弯曲。至于食性的部分，跟我们之前介绍到的宠物鸟相比，这种啄羊鹦鹉它的食性可能就相对的更加复杂。它们主要会去啃食一些落叶啊、一些树叶，以及一些水果、昆虫。可能会让你有点触目惊心的是，有一些动物的尸体在当地啊，它们也都会去做啃食，也包含了人工环境所带来的一些人为的垃圾，它们也有可能不小心误食哦。这种非常非常聪明的鹦鹉啊，有些人是把它称之为阿尔卑斯山上的小丑，因为这种鸟类相当的聪明哦，所以说啊，常常有可能去破坏一些人类的一些交通工具，像是一些汽车啊，它们都有可能去做破坏。有一些国外大学的学生在研究这种鹦鹉的时候，甚至发现了这种鹦鹉的智商啊，竟然超过了我们所谓的灵长类里面的长臂猿。这些数据啊，就一再显示了这种鹦鹉它的智商啊，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我也曾经听说过啊，有鸟友有饲养过这种鹦鹉的经验。大家如果有更多跟啄羊鹦鹉有关的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常常看到脸书上面啊，有人在问哪一种鹦鹉啊，它比较会说话。想要养鹦鹉之前呢，很想要了解跟鹦鹉说话有关的知识。大家如果遇到相同的疑问的话，就可以透过这支影片来帮各位做一个解答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不想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以及教学的话，也一定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屋，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也记得一定要开启全部的通知，在全新的鹦鹉知识影片上线的同时，你就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哦。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也都会更新最及时的动态与消息。如果你想要成为鹦鹉小木屋的房客的话，也不要忘记去按下追踪哦。如果各位在养鸟上面遇到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或者是私讯问我，我都会尽可能帮各位做回复。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